go！ 哇，它地扭多。哇哦，它的地扭真的很高，这样子哦。对啊。然后我想看一下这里2.4的变速箱哦，140的时候是3500转。大家好，又是 Ed 的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来 POV 跟定燃试驾系列了。今天这一集呢只有 Part 1的影片，你看一下这个车头 Lancer 是吧？可是它是一个短尾的哦。这个影片就不介绍这辆车不，然后太多，它跟 Lancer GT 啊，或者是 Inspira 的内饰是几乎一模一样的，只是它少了一个屁股，它是 hatchback。这个车带你们去过，然后看一下啦。首先呢，这个影片是非常感谢车主一样的，可是他比较害羞，他不愿意上镜。我带你们简单看看这辆车改了什么了，然后我们等下就上云顶试驾好不好？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那么不要说，我们看车了 ，Let's go！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马来西亚当年卖着 Lancer GT 都是 fully import from Japan。后来呢，马来西亚 Proton 呢就跟 Mitsubishi 合作，做了一个 rebatch 版本，叫做 Proton Inspira。Inspira 出了不久之后啊 ，Mitsubishi 马来西亚就带入了这个短尾版的 Lancer Sportback， 价钱卖着130千左右哦，想当年。那它只有一个引擎可选择，就是2.4公升的自吸CVT Invex 3的这个变速箱。简单来跟你们讲一下，这个 Mitsubishi 的这个 4B 的引擎呢，它总共有1.8公升的 4B10、2.0公升的 4B11、2.4公升的 4B12， 所以这辆车是4B12。Lancer Sportback 呢，当时还有出一个 Limited Edition 的 Rally Art 的 version 的 ，Rally Art trim 了，不是 Rally Art engine 的。对，它 Rally Art 的 sticker 咯。对。然后它的就可能假的 carbon fiber 的 bumper 这样子咯。这辆车现在的二手价都会比 Lancer GT 或者是 Inspira 来的高。你们不要问我多少钱，你们自己去 Marketplace 或者 Muda 卡利斯自己去看了哈。其实这个尾巴真的很好看哦，它其实有一点像当年的 CV1K， 真的很像，后面是这样子斜下来的直的，所以是蛮好看的一个尾巴。可是，在马来西亚我玩的很少，有可能是它的 Road Tax 贵啊，2.4的，几乎要800块一年。车尾的方面呢，就有 Dual Exhaust， 这个是改出来的啦。哇，我的手掌这样大嘞，改了这个 Exhaust 是整条吗？整个full system 哦 ，extractor 到尾了，多少寸白冰啊？2寸半。这辆车是没有无钥匙进入 Lancer GT-E， 当年给完所有的配置给你，有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有一个天窗，然后它的椅子那些都比较不一样，锁跟解锁就这样子，跟Inspira一样的。可是呢，如果你解锁之后啊，后面这里有一个电磁阀，你可以打开车尾箱。那这个尾箱方面是不算小哈，它的开口的这个面积更加的大，所以更加的实用。那你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拉杆，你拉一拉，两个椅子呢都可以做6式椅背倾倒，而且倾倒之后呢，几乎都是0度的，大概10度左右啦。这边有一个小灯，温馨的。后面有一个备胎，这里还有一个盖子，这里也是有一个盖子。哇，这个普通sedan没有的哦。这里一个手把拉一拉就可以关闭车尾箱了。它都是皮革座椅啦，想当年是最高配的哈。椅垫是软软的，蛮舒服一下，很有日本车的感觉嘞。坐上去软软的沙发。头部空间大概1个拳头，腿部空间大概1个拳头。那前面已经调整着我的驾驶座位了，我身高为73，坐在里面就是不是很像 Lancer 啊，或者是 Inspira 嘞？如果把那个 logo 盖掉的话呢，就很像了。除了那个饰板就可以看得出来。原装呢是18寸的，你们有看过 Lancer GT 那套轮圈吗 ？Limited Edition 那个版本是 Gunmetal 的，也是蛮好看的一个。可是呢，车主就为它升级了一套 RE30的一套轮圈，也是18寸啊。轮胎指数为235/40R18，用这Toyota Proxus DR1 的轮胎 ，Gap 的
adjustable SS。2根手指的高度，在前面这方面呢也是一样，大概2根手指的高度。前面的这个刹车卡钳呢和后面的刹车卡钳呢，这个2.4的版本会稍微来的大一点点，所以很多人呢，Inspira 或者是 Lancer 呢，他们其实是可以拿2.4的后面的 caliper， 然后改上2.4的会比较大一点点。帮助性不懂大不大，可是很多人这样子做，因为便宜嘛，动力大了，交的 caliper 都会大一点。车头灯方面呢，它还是一个 reflector， 可是还是可以 plug and play Evo 10的下去哦。可以的。整个外形车头看下去就是很 Lancer 啦，如果这个角度看下去就根本不知道它是一个 hatchback。就是 hatchback 有什么特别？就是它比较比 sedan 长一点哦，其实长一点点。原厂我记得是比较高一点点。除了这样就是 engine 哦，就是这样方面的。打开引擎盖。哎呀！这副引擎是来自一个代号为 4B12 2.4公升的自吸4缸引擎，原厂是配搭这一个 CVT 的5段变速箱，可是这个变速箱前车主都换掉了哈，对，换来一个也是2.4的一个手排变速箱 manual， 换了来自 Aerospeed 的一个 intake air filter， 它是要混 board 的，可是这个是 DIY 哦。之前我们的 DIY 切了过后当这个扣位 intake 这样了，没有的话就没有这个盒子，平时他们其实这个盒子还是很好，因为它至少会隔带一些热风，它就把那个风导进去。可是这个不懂够不够它啦，因为它的头这样大嘛。对。Extractor 跟 Full Exhaust System 2.5寸，就改了 Evo Cam， 没有 dyno 过，有 tune 过，有 tune 过了，叫 on the road tune 了。On wheel 的话，很多人这样的 setting 是180这样啦。On wheel 可以180，170、180这样。当年的原装数据是168匹，还有226个牛顿米，在4000转开始爆发最大扭矩，排气量大就是王道。前车主有做过隔音啊。所以开关门都比较扎实了很多。蓝色的就好像 carbon fiber 这样，很漂亮。换了手动挡哦，Leadership 还有了变速箱换了一个5速。哇，它的这个换挡的清晰度非常的好，一粒一粒进来，嘎嘎嘎嘎。可是还没有 short shifter 哦，之前我加过 short shifter 的话，那个换挡更加的爽。蓝色呢就是有这个盖子啦 ，Inspira 没有了。这个仪表也是 Lancer Sportsback 才有的，所以很多人 Inspira 啦或者 Lancer 都会换这一个，因为它有彩色的荧幕啦。Alright, info。这个就是 all-wheel drive system 哈，可是就这个没有，14.9 km/L， 蛮省油一下我给你加到，慢慢加嘛，老了。这里有一个水温表，还有一个油表，循迹系统关闭。这个没有 traction control 了，已经 disable 了。这样子 disable 了？disable 掉了。那时候装 manual command 的时候，他们 disable 了。这个水温表、油温表，还有这个 oil press 3类表都放在这边。就这样吧，我们就上山去试驾吧。Let's go。我们就 compressor off。挡，这个车没有 hill 或 assist 哦，我是要用 handbrake 啦。换了 XCD 的 clutch 哦，还是踩下去蛮软一下的这辆车。这辆车的唯一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是2.4哦，它的扭力都比较高哦，所以就低转的时候比较轻松，而且高转有特别有力，是因为它换了这个 Evo 的 cam 啊。现在的市价好像还要30千哦，这辆车 hatchback 会比较有那个市价一点。可是如果讲30千买一个2.4的，如果换了手牙是更爽啊，好像这辆车这样。那声音好听。哇，它的力真的有啊，那个地牛的时候好。这辆车的方向盘是跑 hydraulic 的哈，像 Lancer 或者 Inspira 一样。哇，它车牌好啊，1号啊，哇 ，JDX1，你看低牛的时候一踩就来。一个是觉得哦，第一个就是椅子不够抓，椅子不够对，不够抓。第二就是没有 LSD， 这样子加一个 LSD 应该很好玩。对对对，那个我的身体一直不知道去哪里了。OK， 又皮哦，这个是还是皮的椅子，又比较滑。
抓得住你的。千万不能。千万不可以踩着油锅，不能，它会推啊，它会奇怪。LSD 就 OK。其实手牙真的是好爽很多。CVT 的话给不了你这种乐趣啊。对。CVT 就算它有6速模拟换挡又怎样，它还是一个感觉到动力流失了。如果你买这辆车去改手动挡的牙箱，应该不贵吧？不贵了，6000块里面。差不多了，你包买安装差不多。因为之前好像 Inspira 的那个有一个 package， 那个店家给的2.4的 engine 加牙箱，大概6、7千这样，给他一个 offer。对呀。不是很够啊，那个 brake 还 OK 啊，要换 maybe 升级一个 Riley Arc 先咯 ，Riley Arc 算了，Twin port 先，Plug and Play，所以再慢慢跑。推啊，FK 874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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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屁股要出这样子可是很定的他的车。我们这辆的悬吊设置呢是来自一个前面是麦花臣，后面是一个猫地令多连杆的。做法。开路就好了。可以看到后面石头开头。哦，石头的。哇，好酷呀，石头。Stick tire。算是 semi 哦。semi stick 啊 stick。那个 Dunlop 的 Direza Z3。不懂刚好手没有敢叫哦，这边。看一下。有时候会 stop 啊。我们是 stock car。有时不给你上去的是。是啊，我们是 stock car 嘛。哎呦。这里要 behave 一下，安静一点。它的油温呢125度这样了。哦，没有事，因为巴士的事情不关我们的事。是，下山了。我们上去。这辆车应该过磅没有这样容易靠到那个。没有，比较高了，多线道。
的左脚要顶一下那个 plastic， 然后摆左弯的时候，我的右脚要顶着那个门。它的分别就是它的屁股那边啊，少一个屁股就是好。可是这个盖哦，它的后面的那个尾盖哦，就大概很重一下，很重啊，蛮重。这辆车的车重也是比那跟Lancer来的重，它的车重高达1425公斤，所以没有2点是推动不到的这辆车。哇，它的屁股好像特地收尾是给它过弯这样，虽然没有 ESC 哦，这辆车，但是我 feel 到还是很灵活一下这辆车。这个弯很容易推，这个弯也是一样推。OK 啦，蛮好驾的这样子，又帅那个屁股 ，EK 的屁股，穷人 EK。这里要慢一下，喂，还赶快啊你！我的脚飞掉了，我点不到那个油啊都。我怕我买 bucket seat 又坐不进，这样飞。有啦，有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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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买的。什么黑油啊？EXN， 然后 EXN。哇，好跳这边的路哦！哇啦哦！这辆车的推头几率会比2.0跟1.8来的大。对，车头也比较重，车身也比较重，然后加上讲嘛，扭力大，所以我过一个弯就是，我再踩油啊，就肯定是推油了，所以很需要 LSD。130多度了，我要慢下来了。它跟那个 K24的那个感觉是一样，油温都会比较高，加oil cooler就没事。其实机油它的油温过高，也是看那个机油的型号跟它的牌子也是蛮重要的。对。然后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经常跑山的话，oil cooler比较好。oil cooler，对。130多了，跟我之前驾 K24一样，也是去到130啊，多啊。他讲正常的车主跟我讲正常你还可以继续的，要上了135啊就不会再上了。要用好的机油一点的，好一点。后来他就换一个加一个oil cooler了，就是我上到顶啊，都不到190多了。我的 EK
100K 上到顶是105， 105，有外国了，大概这样的有外国的，大概是这样的气温。你看外面几冷一下，19度啊。我慢下来，反而那个水温就高了一点啊，原本是不到100，是这样的咯。你要走快给它撞风。对啊。昨天更好笑，我昨天晚上因为很凉啊，我去丢鸟车之后，大概半夜2点半在 LDB， 然后走，我都是拉着走，大概我的油温是85度正常然后我的家是要下 exit 下桥嘛我就 free gear 掉它它的转速是1000然后那个风打得快吧，百四这样打慢慢 break， 我的油温从85度降到变成70不到70，哇，很快，真的是有一股热降到很快，然后你又没有拉嘛那个车就降到很快的。那真的要转外国了，下一个。天气冷也是一个重点。妈的啊！这个 Hon 跟 Civic 一样这样。可是你看啊，我用2号跟3号这样子慢慢拉，它的低扭是真的很足够推，这样子你载人都没有问题好像载家人很顺的，很容易上山，不会没有力，不用特地去拉高转的。2.4的优势就是这样。那 TR1 轮胎是，我有试过中一下水一条沟它就会推对，那是因为那时候我 daily drive 嘛，我就换一条便宜的。干地 OK，是地的时候它蛮会碰到水，它会很奇怪30千，现在这个车好像不能乱了不能乱了 ，cash 的部分了，对。而30千的预算，我会选这辆多过选 Inspira 咯。Inspira 还是有屁股，而且这辆车坦白说，它虽然是说没有一个屁股，也是挺好看的，加上它的后座空间也没有差，讲很小不会它的那个尾箱空间也很 OK， 开口够大。容易放东西，最重要就是椅背可以做倾倒，这是重点。你可以做倾倒的话，其实基本上你去 IKEA 买东西都不成问题对，这个是一个方便的。OK， 非常感谢一样，谢谢你，谢谢你，很好玩。谢谢你我的车，谢谢你给我们观众可以看一下这款，而且这辆车还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它的油门特敏感。OK， 如果你不讲我还以为是 cable， 它感觉就是这样，要不然。我记得原装的话，它比较迟钝一点，电子油门，就这样子有圈过，看到吗？我点一下吧，行，所以就很好驾，这个车都好驾一点。Alright guys，Lancer Sportsback 终于在我这个频道多了一个啦，所以那些 walk round review 我就没有做了，我就是做一期上山给你们看一下，到底跟这个 Lancer GT 还有 Inspira 有什么分别。那就短了一个尾巴，可是车身又重了一点，再加上这个2.4的引擎特别的重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加 LSD 下去就好玩了尾巴那边挺好看的，像 EK 这样。所以如果今年有一个预算30K 买一个 CVT 回来可以吗？我觉得是不错啦，虽然是不能再乱了啦，2010年的车，现在已经14年了，可是挺好看的这辆车。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你们有朋友玩 Mitsubishi Inspira 的 Lancer 的话呢，不妨分享这个影片给他们看。如果想要买车，朋友们也不妨分享给他们看。30千预算可以买什么车？当然你要出一点钱来改手动挡啦，因为这辆车当时出新车只是 CVT 罢了嘛，手动挡都是后期改出来的，像这辆一样。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啦 ，Goodbye。